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Apology 易经艺术塔罗，我是 Suzuli。 最近大家都好吗？今天要来测验 Yes 或 No 的题目。当然，很多我们在生命中找寻的事物，走过的经历都不是黑与白可以决断的。不过呢，这个题目可以帮助大家想想自己内心的答案是什么。有时候潜意识已经知道是 no 了，但是理性或是坚持的个性会一直说服自己再多努力，一定可以达成的。知道是与否是一回事，有时候呢，等待的过程会非常的艰难，本来决定是肯定的事情，也会渐渐的动摇。那么呢，今天我会抽出易经牌卡来看一下答案是 yes or no， 以及我会再抽出事业、爱情和金钱的塔罗牌卡，看一下3种不同可能的答案。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不止一组，例如说爱情可以选第1组，事业选择第6组，金钱选择第3组，自己任意做一个组合搭配，来看看心中所想的事情到底是是还是否呢？今天我特别挑选了8种不同能量的水晶来帮助大家选择。那么这些水晶都是各国搜集而来的，那我们就先来一颗一颗欣赏。第1组是粉晶，第2组是锦云石，或者又称绿色紫水晶，第3组是紫水晶，第4组是蜂蜜方解石，第5组是金沙黑曜石，第6组是玛瑙，第7组是金色太阳石，第8组是青金石。那么欣赏完这些水晶，就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那么今天有8个选项，从左上到右下是1、2、3、4、5、6、7、8。大家都选好了吗？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1组的朋友，也就是选到粉晶的朋友，你们所抽到的易经牌卡是封地官。再来你们的塔罗牌卡，首先事业抽到的是战车牌以及宝剑五。再来你们的爱情所抽到的牌卡是隐士、宝剑皇后以及钱币7。然后你们的财运所抽到的牌卡是权杖4以及钱币5。那么从所有的牌卡来看呢，选到第1组的朋友，目前综合看起来你的情形呢，比较倾向于持平，但是偏 no 的一个答案。整体来讲，虽然是比较偏向一个不的一个答案，但它的原因呢，跟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来讲一下。首先，因为你抽到的是封地官，所以呢，选到地组的朋友现在还在思考当中，还在观察事情的变化当中，并不是在一个真正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状态。以事业而言，目前的情况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状态，你想要争取胜利，但是呢，如果你又一直观看的话，你在众多的一个竞争当中呢，就会比较屈居下风。那么在爱情当中呢，目前呢，因为你在观望状态，又抽到了隐者牌，表示呢，你现在还在观察你喜欢的对象，
你还在观察，你还在思考，爱情对你而言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你人生当中占据怎么样的地位。再加上呢，你的心思可能比较在工作上面，然而因为你的心思在其他的方面，以爱情而言呢，你有点过于冷静跟客观，你会很长的时间去观察一个人，并且也会花很多的精力在你的工作、学业上面。因此在感情上呢，就是有一点举步不前、举步维艰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看越久的话呢，这个情形就会倾向一个 no， 结果就会倾向一个 no。如果你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要跟某一个人在一起，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要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但你可能还在观察他的为人还是怎么样，所以近期之内你的结论就会比较倾向一个不的答案。然后呢，金钱运呢，因为你可能花了很多金钱在家庭当中，在布置家里，在装潢家里，或者是为了家人，为了庆祝花了很多钱，所以对于财运来讲，你的状态也是一个倾向不的一个状态。尤其因为你抽到了钱币5，它是一个比较贫乏的状态，也就是为了家庭很多的付出，所以你的金钱状态是比较多花出去的。所以选到这一组的朋友呢，如果你还在思考的话呢，那么答案呢就是倾向 no 的。不过呢，从风地观它的纵卦来看，它是地泽临，只要你在你的事业、爱情跟财运当中，只要你亲自下去做每一件细节、每个小事，亲自参与一些计划的细节，比如说以事业来讲，你不只是驾车，你不只是指挥别人，或者是委托别人去做，而是你自己亲自也下去参与这项计划，真正参与这个事业的话，这个答案就有可能是 yes 转为 yes 的。因为你现在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你在做如果你想要参加一个面试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只是参考学长姐的范本或者是前人的范本来做这个面试的企划书或者是面试的准备，你可能要自己用你自己的经验去把每一个字都写好，并且亲自去演练，不是看网络上说就是面试要怎么准备，你要自己亲自的演练一遍，就会提高你 yes 的一个胜率。那么以爱情而言呢，就是你要自己去跟你喜欢的人接触，或者是你自己要跟另外一半亲自的沟通，不是只是在旁边观察他的发展，你要跟他有在更多的互动，自己也真正的跳下爱情里面。因为宝剑皇后她是太过于冷静了，她可能会依靠别人的行动来决定她自己的行动，但如果你把它转为有点权杖女王的元素，就是你自己先带头下去做一些事情，那么你们两个互动呢，就会比较倾向回来，就是变成一个 yes 的一个状态。但总体而言，你的爱情在这3个运气当中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可能成功的。那么在这个金钱运而言呢，如果你的收入没有再增加的话，因为钱币5它的花费实在太大了，它是一个许多人都依靠你的金钱来打算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在财运方面你是那个要付出比较多的人。你现在已经在赚钱了，但是你不可能再有更多的收入的话，那么你的金钱运就真的就是偏一个 no。 如果你的收入都还是一样的话，那当然你的金钱运说要中彩券这些的就本来就是比较困难的。金钱运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你自己去跟你的家人或者是跟你的父母沟通说可不可以借你一笔钱，
或是可不可以让你的零用钱多一点的话，这是有可能成为 yes。 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或者是你跟你的太太说，或跟你的先生说，在公用的支出上可不可以让自己的零用钱在这个月多一点的话，这是有可能是 yes 的。不过在总体而言，金钱运在这个时期是比较困难的，它的答案倾向是一个 no。 那我们再来看时间上给你的提点是什么。首先你抽到的是星期五以及星期三。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的情况很特殊哦，因为这副牌卡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牌卡，它有将近80张的牌。星期一到星期日当然是就是只有7天，可是你抽到2张是星期几的这个牌。这边我想到几个解释。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只是去看，你可以在星期三或星期五的，例如说下班之后去参加一些，如果你想要为你的事业尽一份心力的话，你可能可以选星期三或星期五再去进修，去参加一些看你的工作有关的职场训练，例如说一些电脑的训练、电脑的培训，或者是参与一些投资的讲座，类似这样子的知识学习，去增加你的竞争力。竞争力来讲，对你这组来讲很重要，因为你2张牌都是竞争的态势非常的强烈的牌，所以如果你要提高你的胜率的话，就是你可以利用星期三或星期五的下班之后去做相关的进修，或者是因为你可能现在太紧绷，你可以去参加一些例如兴趣类的活动，就是你现在想要参加什么活动，不要只是想，要真正去做。那么以爱情来讲，如果你现在没有对象的话呢，那么他提醒你星期三跟星期五你可能可以去参加一些例如你有兴趣的烹饪课、运动的团体，去打例如说桌球、打篮球，其他不同的一些运动类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增加和别人接触的机会。因为你现在还在隐士的一个状态，然后你整个人又非常的没有在爱情的状态，因为你都是理性的这个风象的特质跟土象的特质很强烈，利用这样子的时间去参加一些比较多元的活动，就可以让你认识一些人，所以你才会往 yes 去迈进。再来呢，你的财运，就是你可能可以在星期三或星期五晚上去坚持做一些副业，做一些多一点的东西，在家里额外做一些可以有额外收入的东西。因为呢，钱币五是室内还是有温暖的，然后就是权杖是指的就是家庭，所以你可以在家庭里面接一些在家里面可以做的东西，它可以增加你的财运，帮你的钱财方面的愿望呢提升到接近 yes 的部分。如果有朋友是问什么彩券的问题啦，那就是选星期三、星期五咯。这边给你提示，小小的提示是这样子。再来，星期三跟星期五还有一个解释，因为星期三跟星期五都是平常的日子，它不是一段时间，它是我们每天在过生活的一个日子，所以我能联想到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我刚才说了，你这个的运气是比较持平的，是无所谓是或者是不，所以他要求你的是呢，你每天按部就班做你该做的事情。例如事业就是认认真真的上班，朝九晚五，星期一到星期五。不管是在爱情跟金钱，都是按照原本日常生活的步伐去走。当然我刚刚也说过了，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态度转到地泽林的态度，就是你要去亲自参与你所在意的事项，它会提高你的胜率。也就是说，你认认真真的过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的日子，那么你的答案就会比较趋近正向。
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虽然目前的情况是你还在观察，是一个中庸的答案，但是我刚才提供了很多方法可以让答案趋近是而不是否，因为你的工作以及财运都是比较偏不的答案。那么以上就是提供给第一组的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谢谢你们的聆听，祝福你们，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也就是选到锦云石的朋友，你们所抽到的牌卡是第一张易经卡泽地萃，事业抽到的则是钱币四以及宝剑国王。爱情的塔罗牌卡抽到的是恶魔牌、宝剑六以及审判牌。财运的塔罗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吊人牌、宝剑三以及权杖八。那么你所抽到的时间是下一个满月以及冬季。那么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呢，你的易经的主牌抽到的是泽地萃，所以大体上来讲，你所问的事情呢是一个正面的回答，也就是比较倾向于 yes 的一个答案。泽地萃呢，它尤其是指呢，如果你有一个团队的话，如果你加入是一个精英的团队的话，那么你的伙伴、你的公司旁边的人，或者是你的家庭的成员，都是属于比较正向的态度，而且他们也都是有助力的，是一派和谐，大家能够为着共同的目标去努力，而达成你心中所想要的事情。那么选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呢，如果你是和别人一起合伙，或者是你和别人一起投资，你是在一个团队里面的话呢，答案倾向于是的几率就会稍微的提高。那么反过来讲，因为泽地萃的纵卦是地风生，地风生也是一张很不错的牌卡，只是说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处理的话，一个人做，一个人思考，一个人执行，一个人企划，如果是指你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的话，事情也是会成功，不过会比较慢，因为地风生是一张积沙成塔的一张牌，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愿望跟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这边的情况就分成两种。团体的话呢，它的 yes 会来得比较快看到比较大的成果，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或者是不是团队它不是一群人，是比较少的人，一个人两个人的话，那么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呢，答案虽然是 yes， 但是它会比较慢一点。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不要因为听到这个结果呢，本来是适合一个人做的事情，硬要去找一些伙伴，也不用，不需要。因为有一些人的命格呢是适合一个人做事情的，比如说你的命盘里面有孤城啊、寡宿啊，这些你本来就比较喜欢一个人做事情，如果你硬要拉一些其他人来跟你一起合作的话，那反而是麻烦，它不对你的命盘，不对你的个人特质。所以总体而言呢，这张牌是很不错的，是答案是 yes。 不过你也不要因为听到是团体或者是个人的分别就要硬去拉个团体进来，不需要。那我们再来看细项，也就是事业。事业你抽到的是钱币四，然后再来是宝剑国王。这个塔罗牌卡画得非常的有趣哦。你看这个钱币四的人呢，坐在这个王位上，但这个王位对他来讲非常的高，非常的巨大，他就像一个小朋友坐在，就很像是俗话说小孩开大车的那个样子，他一个小小的人坐在一个很大的王位上，但是呢又进阶到了宝剑国王，他成长的成为一个真正的成人，非常安稳贴切的坐在王位上，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一个存在。想要问事业的朋友呢，你的事业是一个 yes， 就像刚才讲的，因为
你的事业看来很多选到这组牌人是比较想要问自己一个人可能创业或怎么样，就要用地风生来看因为你这个情形就会慢慢渐进，是你会得到一个 yes，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很像是你一个人要承受这个王国的责任之重，让你自己显得很渺小，而且你的资源就只有一定，并不是很能够充分弹性的运用。但是这个答案是 yes， 因为你最后会成长成为能够精明决断的一个宝剑国王。所以以事业上来讲呢，不管是独资还是合伙，结果都是好的。但是独资的话，刚开始会非常的稍微辛苦一点，因为你要捏着自己的金钱，然后非常精密的计算，而且它是由小变大的过程，所以这张牌呢反而是比较像是地风生的一个能量在里面。那么另外，如果你是有一个团队的话呢，你可以注意呢，你的团队里面呢可以有比较小的、比较年轻的以及比较年长的，是一个在不同年龄层都可以照顾到的一个团队，这样子的成功几率就会提升。尤其他这边也是画一大一小，这边也是一大一小，所以有这个感觉。或者是说你的事业是一个家庭事业，所以里面有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合作开一家店这也是可行的。那么问爱情方面的朋友呢，你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答案，它是倾向着 no， 它是倾向着不。为什么呢？因为泽地翠它是一个人比较多的一个状态，然后加上他的恶魔牌，所以很可能选择到这组的朋友在问感情的时候，在问这个感情可不可以成功，有可能呢这段感情呢有太多人在里面了，有可能呢对方正在选择你或别人，或者是你在选择不同的人。那么总之这一些关系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点业力在里面的，但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人的离开，有可能是你离开啦，或者是对方离开了，这不一定。通常呢，宝剑六会在画抱着一个小孩，但这幅画并没有这个情境在里面。再来，平常的审判牌通常都是有一男一女跟一个小孩，但这张牌也没有，它是独自一个人的。奇特的是，通常这样子的牌组在别的传统的塔罗牌卡它可能会比较倾向 yes， 但是在这一副塔罗牌卡呢，我看到的意象是它比较倾向于一个 no， 而且有可能会离开，你可能或者是对方会离开去异地。那么再加上它是泽地翠，你可能一时之间选不出你想要在一起的对象，因为可能各有各的好，所以你心中的恶魔在挣扎。不过时间到了某一个一定的话，会有人离开，那么你接下来就可以再做一个决定。所以目前呢是比较倾向于不，或者是中庸的状态，比较不是一个 yes， 因为你还在等待最后的结果。那个结果因为它是画一个人，所以你想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那么答案就会倾向 no。 但是如果你说你想要问我们可不可以分手成功，那答案是 yes， 因为他最后画的结果是倾向一个人，是倾向于单身的。再来谈到选择这一组的财运的朋友呢，这个财运是比较倾向先是一个 no， 后来才是 yes， 这要等待一个时间的一个酝酿尤其因为你前面抽到吊人牌跟宝剑三，所以有可能会金钱运上会比较忍耐，或者是会有一笔很大的支出让你非常的心痛。但是到了某一个节点，就是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你会有一笔突然的进财，可能是
合伙当中所分到的佣金，或者是你在工作当中所得的一个金钱，或是国外的什么东西汇钱给你，会有一笔突如其来的一笔小数目，不会到太大的一个进账发生，但是你的财运在目前的阶段是一个 no 哦，但将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 yes 的一个契机，加上你又抽到了泽地萃。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如果你之前有投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它的价值正在往下降，它比较有可能状态是，比如说你投资一个股票，它的账面上的价值在往下降，可是它在时间到了又可以给你一个鼓励，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整体而言是缩小了，可是它却会生出一个小小的利息给你，或者是你银行的存款缩减了，但时间一到它还是会分利息给你，这个利息不是一个大数目这样子。那么选到这组财运的朋友呢，所以可能要稍微注意哦。虽然你有这个泽地萃，它是一个很不错的牌，可是你的塔罗牌卡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在里面，所以它是倾向于吉中带凶，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抽到这组的朋友呢，你的时间点的提示是在下个满月，那么他又讲到了是冬天，所以呢你的事业如果要成功的话，在冬天之后，冬天开始成长，有一些收益也是在冬天的时候来临。那么如果你想要等待一个爱情的结果呢，也是冬天。那么冬天的满月呢，2023年，如果你是在2023年看到的话，冬天的满月是在11月27号在双子座，另外一个是12月27号在巨蟹座。投资的话，你可以再注意一下10月29号的金牛座的月食的满月，因为这个是和投资比较有关系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大体的情况而言是个 yes， 不过它在细项当中的表现各有不同。那么以上就是第二组的讲解，希望你们都能事事顺心。那么祝福你们呢，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也就是选到紫水晶的朋友，你们所抽到的牌卡为第一张易经卡牌为泽山咸。那么你们塔罗牌卡事业方面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再来是审判牌。你们的爱情抽到的是世界牌以及命运之轮。有关财运这组牌所抽到的塔罗牌卡是节制牌，再来是教宗牌。有关的时间的指引是今天要有耐心，以及比你想的还要快。那么抽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所问的事情呢，大体上是 yes 的一个答案。因为呢，泽山咸呢是一个属于心心相印，事情都在一个比较和谐，并且呢人气很好，人气很高。而且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你的特质，你的整个理念是被外人所接受的，是被大众所理解的，因此做事情就会比较顺利。大体上虽然是 yes，而且更有利于是爱情方面的，因为泽山咸本身就是一张最利于爱情的一个牌卡。那我们再来看他在事业上的表现，你抽到的是宝剑王后跟审判，所以呢这两张牌都非常的好，所以他的情况也是倾向一个 yes 的一个状态。你事业上不管是你想要创业，或者是你想要回到以前的公司，或者是说你想要和家人一起合作一些什么生意，答案都是 yes， 是正确的。尤其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头脑非常的清晰，你在观察事情、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节奏，非常的明快。另外你也很有威势。宝剑皇后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理性跟比较冷静的牌卡，
但是它搭上了择山弦，它会让人家觉得有种虽然你拥有权利，但你也会照顾其他人的感受的感觉。因此在统御方面，在指挥别人方面，也都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再来审判牌卡，由于择山弦呢本来就是有夫妇一起做什么事情，或是夫妇一起创业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加上你又抽到了审判的牌卡，很有可能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多人会在例如结婚之后，两个人一起开一个什么小生意，加盟什么东西，这都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个小家庭组成了一个小事业，从小开始做起，因为你们两个合作无间，默契非常的好，即便是在事业之上，也不会有太多的争吵。所以选择到这组牌的朋友，事业上是一个很正向的 yes。 那么再来谈到你的感情，择山弦加上世界牌以及命运之轮，这是一个大大的 yes 的一个牌。目前呢，你的状态在感情上可以说是要进阶到下一个阶段了。所以呢，不论你是问两个人是不是适合结婚，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不是适合的对象，或者是其他再问另外一方面，再问你感情会不会遇到一个人，会不会遇到适合的对象等等，这个答案都是 yes。 尤其呢，世界牌它是一个美满的状态，它会延续很久很久，因此接下来的感情的状态会有很长期稳定在一个高峰的状态，两个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两个人探索世界或者是面对世界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在感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牌。世界这张牌也代表着两个人的相处会有一种合在一起，世界融为一体，就是你找到对方之后，你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就是两个人里外分配、责任分配都到达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阶段，这就是世界牌所展示的一个你找到你拼图当中最后一块的一个感受。再加上命运之轮，它对单身人特别的好，就是你会碰到一个类似像命定的人。但是如果你问的是反面的，例如说分手，或者是其他说我可不可以远离这个人，就是感情方面的，你问的是一个负面的东西，那你就要听从你的直觉，因为你的直觉现在是非常准的。有可能呢，这张牌在非常少数的时候，世界牌加命运牌在非常少数的时候可以代表说你们两个你所交往的人因为已经太长期了，太久了，到达了一个瓶颈，好像没有再办法要生了。那么有些人会选择在这种时期和平的分手，然后呢再去找另外一个命定的人。非常非常少数的人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世界牌已经是在一个最高峰的，如果你们在最高峰他还没有办法接到下一个阶段的话，那么有些人就会做出再重新出发去寻找另外一段感情，然后你寻找的另外一段感情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所以在感情的牌卡，你选到这组牌，不论是什么情况，大体上都是一个很正向的 yes 的一个状态。再来选到这组牌组的人的财运也是一个倾向于 yes， 不过它是一个比较慢的 yes， 因为节制牌呢，它是属于金钱够用，不虞匮乏，但是不会到暴富的一个牌卡。然后呢，教宗牌卡它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牌卡，尤其它就是金牛座，是一个比较循着正规的脚步，循序渐进的拿到你所应得的报酬，而且会有贵人来帮助你。所以你如果想要投资的话，会遇到有人提供你有利的线索，或者是如果你想要
晋升的话，会有人慢慢培养你到一个晋升的结果。但是这2张牌它都是一个属于比较缓慢的牌。如果你是想问进财的方式的话，它进财的方式是有关于第一个海外，第二个有关水资源的，再来是有关于公家机关、团体、学校方面以及宗教方面的进财。例如说你是在公家机关里面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这种，又或者是说你在问说你可不可以，例如说你想要考一个教师，那么你可以因为考到教师而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那么收入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总之在金钱方面呢，你是不用担心的，不会有觉得不够的时期，所以金钱是一个偏中上的 yes 的一个答案。那么我们再来看到你刚才所抽到的时间牌卡，它是指今天跟要有耐心。这2张牌乍看好像很冲突，但它其实不是的，因为选到这组牌的人，不管你是在爱情、事业或者是金钱上，你都是一个很正向的 yes 的一个答案。所以它代表是说你问的事情今天目前就已经是在一个积极的答案，是一个正向的答案了。那么如果你想要再寻求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你觉得这样子的好是你不满足的，那你就要有一点耐心，因为在世界牌还要再进阶，是需要有命运之轮的推动，它是需要等待一个契机。如果你在等待一个契机，例如说你在等待一个契机想要去国外发展，这是需要一点耐心的时间让你去等待的。不过呢，你现在在事业、金钱、感情都是一个你现在今天就已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想要再额外多什么，那就要有耐心。再来呢，虽然呢他告诉你要有耐心，但他也不是你想的那么久远，因为他说比你想的要快。例如说呢，你正在申请海外的什么东西，课业上的事情，你觉得你明年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但可能呢你早一点投递你的面试，早一点投递你的申请资料，可能你得到的消息会远比你想要的还要再来快一些。它可能不是你预计的，比如说明年7、8月才会得到答案，并不是，它可能比你想的还要再快一些。那么这是指很久远规划的事情。那么在其他方面你就可以去带入，如果你问的不是这3个方面的事情，如果你是问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怀孕，那么它的意思就是你要从今天开始就实行，但是要有耐心，不过他会想的比你还要快一点。它非常适用在类似的情境里面。选到第3组的牌组，整体而言你的牌正向到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你的牌正向到，而且它大到不管是事业、爱情还是金钱，它都是大阿尔克纳牌。除了宝剑皇后，而且它是宫廷牌哦，已经是力量很大了。但你其他所抽到的5张牌都是大阿尔克纳牌，这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选到第3组的朋友，你的运势跟运气，你想要的东西，你只要依照你的直觉、你的规划去做就好了。因为你的现在的运势正在一个巅峰当中，所以不要惧怕，去做就对了。那么非常祝福选到第3组的朋友，所有的牌卡都这么正向的，并不多见，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时期，不要懈怠。就是当你运势好的时候，你就要加紧细心，比平时更努力，你就可以事半功倍。祝福大家，也恭喜大家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恭喜你们。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4组的朋友，也就是选到蜂蜜方解石的朋友，你们的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所有的牌卡
首先你抽到的易经牌卡是地火明夷。那么有关事业的塔罗牌卡，你抽到的是圣杯十、吊人牌以及死神牌。再来有关爱情的塔罗牌卡，你抽到的则是宝剑六以及宝剑四。再来有关财运方面的塔罗牌卡，你所抽到的是皇后牌以及圣杯八。再来是死神牌。那么有关时间的指引，你所抽到的是结果是未知的。再来是8月份。再来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以及星期二。那么选到第4组牌的朋友呢，你的地火明夷的牌呢，它指向了你目前所问的事情呢，答案应该是一个 no， 是一个不。因为地火明夷它是指太阳被遮住了，看不见了。这个目前的情势呢，晦暗不明。目前你想要做的事情呢，条件还没有具备完全。所以目前是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期。目前的大环境跟你自身的条件没有办法配合得宜。所以呢，基本上你问的事情就是一个 no。尤其呢，目前的地火明夷是太阳在地平线之下，你所拥有的才华跟你所实行的努力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被看到。不过呢，地火明夷的纵卦是火地镜，火地镜是一个很好的牌。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目前的时机就是要静待太阳再度的升起。现在是黑夜的一个时期，黑暗的时期，太阳落下了，那么太阳一定还会再升起来的，所以就是要静待太阳升起的时期去迎接火地镜的能量。但目前总体而言呢，答案是一个 no。 但是答案虽然是在不的一个状态，它不是叫你说你就什么都不做，而是你要继续培养你的才能，继续培养你的实力，以及增进你金钱的投资眼光，以及增进你自身的人格跟魅力的一个时期。因为当太阳升起，火地镜就是你拥有实力跟才华的人就会被看见的一张牌。所以你现在所要做的准备就是默默的蓄积能量，等待时机到来的那一刻。那么我们再来详细解说。那么有关事业呢，抽到的是圣杯十、倒吊人跟死神牌哦，所以这个是趋近一个 no。 但是这个 no 里面呢，如果你的事业跟家庭有关系的话，它会比较好一点，不是全好，但是它会比其他人再好一点。如果你问的事业是跟家庭有关系的话，不过整体而言，你整个牌组的都和这个地火明夷的卦象非常的吻合，尤其你抽到了这个倒吊人，所以现在目前是一个非常你要忍耐、坚忍，有点牺牲自己时间的一种感觉。人的运气有高有低，那么目前呢，就是在一个稍微比较不好、一个瓶颈的时期。那么所谓的瓶颈，就是你必须要用很多的努力、知识的堆砌，以及修养身心、修炼你的个人魅力，等待这段混乱的时期过去。那么所以你要忍耐。再加上你又抽到了这个死神的牌卡，那么死神的牌卡就是你一切环境跟你自身，甚至你都已经不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沉积下来，都已经了无生机的感觉的时候，它才会进到下一个运势。这就像是有很多人的大运在一个可能有化忌，或者是你的大运里面有地空地劫，目前的状态就是它一定会让你到一个某一个损失一定的东西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再开始
继续另外一个大运。所以目前呢，事业来讲的话呢，是倾向一个不的一个状态。那么再来谈到感情，如果你是问会不会在一起啊或这些的，他的状态，因为你自己本身的状态不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哦，他的答案也是倾向一个 no。 但是只有一个情形例外，就是如果你问分手好不好，答案是 yes。 如果你问现在维持单身好不好，答案是 yes。 但如果你是要问积极的，比如说我想要交往的人可不可以，或者是我想要感情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是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另外一半，如果你们要搬到别的地方去重新发展，答案是 yes。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状态，因为这两张的牌卡都是比较被动的，都是一个比较处于休息或离开目前状态的一张牌哦，所以呢，他的答案就会倾向一个 no。 现在是一个休养身心，准备自己好好整顿自己的一个时期，所以答案是 no 的成分比较多。那么选到这组人的金钱运气非常的奇怪，两极化，既有抽到皇后牌，又有抽到死神牌，以及离去的圣杯八。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综合来讲，有一种事情慢慢在缩减以及离去的一个过渡状态哦。因为圣杯八跟宝剑六都是在讲离去的一个状态。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有一个情况是你的金钱有可能增加，就是你在待产，所谓的娶妻前生子后会来笔财富的谚语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就是如果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正在等待一个小孩的来临，你在怀孕当中，那么这个小孩可能会带财。另外一方面，它会带来一小笔的财富，或者是别人会对你很好，所以你的财富会比较不容易担忧。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是在做艺术投资方面的，你是在做有关艺术以及美食方面的相关的东西，它会不会为你进财？答案是 yes。 但其他方面的运气就不是那么好了，尤其死神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现在所做的金钱的决定大部分都是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加上地火明夷这张牌，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空缺，它是一个太阳日食的一个意象。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金钱投资或者是工作的升迁跟鼓励的发放，这些可能都会不如你的预期。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在金钱上就要小心行事，除了我刚刚说有可能进财的那一小部分之外，其他大部分的答案都是 no。 甚至你可能会想要另寻出路，不过这个出路要找很久，你所期盼的金钱的降临也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圣杯八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去找寻资源的一张牌，死神呢，他也很明确的点出说，你会面临到一个低潮之后才能再往上的一个运势。那么你的时间提醒你了，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时期，就是答案是在你想要的这个短期之间是看不到的，所以它倾向于 no。 那么你如果想要看到的话，因为这支影片上的时期已经过了8月了嘛，所以它答案就是可能是之后的8月份，所以它还有1年的时间哦，是蛮长的。再来他说是需要一些时间，他直接说 going to take a while， 所以他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而且这个答案还是未知。再来星期二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不过这个星期二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判断说星期二要干嘛。可是我这边看到的是，你可以选择一个时间做一个充分的休息，不管是事业或者是感情或者是金钱，
你可能可以把星期二列为一个重点的，例如说休息的时间，固定星期二去，例如说做一个调养身心的一个课程，例如固定选星期二冥想，固定选星期二找网络上的影片来做一段瑜伽的课程，或者是固定星期二的晚上，告诉自己一定要晚上很早就进入休息，进入睡眠的状态。那么他在讲的是这一件事情哦，所以选到第4组的朋友要留一天，至少你可以不用星期二，但至少一天，每个礼拜检视一下你是不是有东西不在轨道之上，或者是你是不是休息不够。当人在低潮的时候就要放慢脚步，越做越错，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提醒，就是你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你可以做少一点的事情，但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对。长久以往，可能1年之后，你就会知道你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之上。所以不管是事业、爱情跟金钱，都适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么选到第4组的朋友呢，不要灰心，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会碰到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期，这不是什么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你要用正向的心态去面对，才是一个最好的态度。最好的态度会带来一个乐观的人生。选到第4组的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解，不要灰心，加油，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5组的朋友，也就是选到金沙黑曜石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牌卡所抽到的是怎么样的组合。首先，你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风雷翼。那么有关你的事业的塔罗牌卡抽到的是宝剑十、太阳牌以及圣杯5。那么有关你的爱情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皇帝牌、宝剑7以及权杖5。有关你的金钱运，你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皇帝牌、权杖9以及钱币皇后。那么有关于时间的指引，你所抽到的是2月以及 No。 那么选到第5组的朋友，你所抽到的牌卡非常的奇特哦。首先风雷翼呢，它大体上应该要是一个 Yes， 也就是风雷翼这张牌本身是一个吉祥的卦象。那么呢，它所要做到的是呢，你所处的环境，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助互爱，以达到你有益处，我也有益处，这样双赢的一个结局。风雷翼他常常会教导别人要助人为快乐之本，当然在爱情或是其他的方面也都是互有助益的一个迹象。那么这张牌呢，最怕的就是自私自利，因为如果你让别人遭受到了损失，背誓了你们之前所许下的约定或者是契约等等，那么这个好运呢就会比较难再继续，它从一张吉祥的牌呢就会转为一个不吉祥的一个结果。再加上呢，风雷翼这张牌呢，它的纵卦是山泽损。山泽损这张牌呢是有舍才有得，那么以战略上而言呢，是断尾求生的一张牌。因为我看你所有的塔罗牌卡当中呢，我可以用险象环生来总结这整个感觉，就是虽然它是 yes， 不过中间的过程呢波折不断，有一种感觉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一种风格。它是一种你必须牺牲掉一些东西，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yes。 所以这个好，它有点不是非常纯粹的，它的答案 yes，
不是一个所有东西都水到渠成的，它感觉上呢，你必须要历经一番挣扎，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以换得你想要的，你心中所想的那个 yes。 那么我们从事业上来说明，你抽到了宝剑十、太阳牌以及圣杯五。从圣杯五这个结果来看呢，你是有得的，是部分有所得，就是事业上呢，你最后是有一些东西在自己身上的，不过你也会失去一些东西。太阳牌呢，它会让不好的牌呢趋于正向，但是毕竟你第一张抽到的是宝剑十，所以你问工作上的事情，有可能你会先在一个谷底之后才会来一个 yes， 才会给你一个惊喜。比如说你可能会先失去一份工作，但是又得到另一份你想要的工作，它是一个有失才有得的一个状态。最后你总结你最后在这份工作的选择上所得到的，你会发现你还是有失去一些东西，你还是有牺牲掉你原本的东西。这个事业上的 yes 是妥协而来的 yes， 它不是一个纯然快乐充满阳光照耀，小孩子骑在白马上面，迎接着太阳的沐浴，阳光的沐浴，众人的喝彩，一片单纯的 yes。 它不是，它是一个外表看起来风光，内心百感交集，内心你知道你用什么换来了这一个的 yes。 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的朋友，事业上呢，虽然倾向于 yes， 但是你会知道说你是多么努力换来这个的，或是你是被怎么样的对待陷害，或者是被有些人背叛，经历的一段的磨合期，经历一段黑暗期跟痛苦期，才换来的这个 yes。 所以事业上呢是这样子的状态。那么感情上也非常有趣，因为风雷翼它应该要是一个双方互助合作，夫妻之间感情之间应该是要一个天作之合，但是你抽到的牌非常的血腥暴力，你抽到的牌卡非常的纷乱纷杂，皇帝坐在宝剑七跟权杖五之上。所以选择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要追求一段感情，追求一个对象，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计策的思考，或者是有可能别人会来亲门踏户，又或者是别人会明着挑战你，介入你和你的对象之间，甚至这张牌有一个迹象是你可能也会介入他人的感情之中，但最后你会得到。但是这个得到的过程呢，可以说是历经了各种风雨，那么甚至有一些人还是以不光彩的手段来得到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感情可能是个 yes， 不过那个过程可能是不能向别人说的，那个过程有点惨不忍睹。你看这个权杖五大家都已经打成这样子了，然后宝剑七它其实就是一个偷偷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偷偷的潜入敌营当中，把这个宝剑给偷偷的偷出来。再加上呢，皇帝牌它是一个非常在感情当中是一个非常固执跟刚愎自用的一张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心中应该会有一个定见，你觉得你一定要把握某一段东西，或者是你有非常崇高的想要追求的一个对象，或是说你对这个感情有一个很大的愿景，例如说你希望你和另外一半能够达到怎么样的生活品质，这个中间呢就会历经了许多波折，然后你可能会费尽心思，用费尽心思来形容。所以虽然感情也是倾向一个 yes 的一个答案，
不过你可能要承受这个过程，甚至到最后会承受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责任。你所要注意的是风雷翼，它一定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过程当中损别人太多的话，最后有可能会反扑到自己身上，这个要注意，因为有可能会变成三折损哦。就是说你可能会得到了一段物质很好，但并不能够称为感情的感情。就是不知道选到这组的人有没有这个体悟，就是你可能最后是个赢家，但是你所赢到的却不是感情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要注意，在过程当中尽量要留人余地，就是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要厚道一些，好运才会更加的聚集到自己的身上。再来是金钱运，那么这个金钱运在这一组当中是最好的，大大的 yes，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yes。 也就是说选到这一组的人，你的金钱运有皇帝也有钱币皇后，所以在金钱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 yes。 如果你是问赚钱的话，会赚到很大的一笔钱，会有很大的一笔钱财入账，投资或者是你以前的所种下的种子，它会长成一棵非常健壮的大树，投资的收益会非常的大。所以这张牌是非常有利于投资的，因为投资是你先注入金钱给别人，别人拿这个钱去发展事业，他们事业越做越大，他们再回馈你金钱。但是它中间有一个权杖九，它提醒的是说，如果你在做一笔投资的话，这个时间要坚持要长，它不是快的。再加上钱币皇后它也是一个回首来时路，那条路又漫长又远，也是一个回头看，你会发现哇，我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但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力而走到收获满满的这一步。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金钱运是大大的 yes， 就是有关金钱收益方面的，但是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坚守自己的选择。就是别人人云亦云啊，在旁边说一些，就说啊你这个不会赚钱的啊，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都不行，因为你是皇帝，你必须要听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听长者，就是非常经验老道非常有智慧的长者给你的意见。那么其他人如果他的资格不到的话，你就不能听。但是这张牌比较倾向于在说，你自己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练的金钱的一个收集者了，你知道怎么样获取金钱，你也知道怎么样让你的金钱成长。那么再来我们看你的时间牌呢，是2月份跟 No。 这边的 No 不是说你心里所想的是一个 No 的答案，它是说你不要为你的问题呢设下一个时间表，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我们以金钱来说，例如说很多人喜欢讲存股呢，它就没有时间表，因为你就是要一直存，固定时间一直存一直存，利滚利利滚利，所以它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它不是说我什么时候这段时间啊我就不要再投资了，没有，因为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爱情也是，它是没有时间表的。你在赢得了某一段爱情，或者是你在爱情当中得到了你想要的，不管过程怎么样，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一段感情之后，你就停止付出感情了吗？ No， 不是，这是没有时间表的。你要让一段感情越来越好，你就是不断的要注入你的心力，付出你的努力，事业也是一样。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可以不要管时间表。那么但是你如果问关键的时间的话，那就是2月份，所以有可能是2024年的2月份，或者是你在2023年或是以之前2月份遇到的对象，或者是那时候申请的什么东西，有可能就可以得到一个 yes。
那么它指的有可能是你过去在某个2月所努力的项目，或者是它成功的时机会在未来的某个2月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一个问题。那么以上就是第5组的讲解，希望你们可以明白，就是风雷翼还有山泽隼之间的一个关系，互有助益，对生活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那么以上的讲解就到这边，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6组，也就是选到玛瑙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心中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首先我们来看你的易经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山火奔。事业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权杖8以及圣杯3。爱情所抽到的牌卡是权杖5以及权杖9。那么有关金钱运的部分，你所抽到的是宝剑3、圣杯1以及圣杯5。再来，你的时间的指引所抽到的牌卡是时间会告诉你一切。再来是今生不存在。再来，这张牌卡是你的生日。那么选到这组牌卡的人呢，总体而言，你所抽到的山火奔，它这边画着很灿烂的烟火，但是烟火是一时的，它灿烂的大概几秒钟之后就消逝了。这张山火奔它讲的是 yes 还是 no 呢？其实它比较倾向于小事的话是 yes， 但是如果你问的是很大的事情的话，它就会倾向是 no。 因为山火奔它本身具有花而不实的一个特性在里面哦，就是它是一个装饰很华美的，不管是关系，不管是事业，不管是金钱，它外表看起来风光无限，可是它的里子是中空的。那这个里子呢，就要取决于你现在的状态，你是不是具备了你所问的问题所要求的真才实学，你是不是具有你所问的问题里面所具备的坚强的一个才华。在感情当中，在事业当中，以及在金钱运当中，你都会有看到可能有某一段转瞬消失的一个机会在里面。那么你能不能抓住，就是看你本身的条件具备到什么程度。这张牌呢，它的要求就是希望抽到这张牌卡的人呢，能够稳扎稳打，能够把自己的真才实学尽量的拿出来，以迎合你目前现在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它在小事当中呢，是比较可能是 yes 的，因为小事不需要具备大才华。但是如果是问大事呢，他就比较倾向于 no， 因为目前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你的事业运，你刚好抽到了这个权杖8，它是一个很快的能量，快速的能量，你可能会很快的接到某一个通知，海外的机会，转瞬而来的一个短暂的旅游机会。那么圣杯3呢，则是杯弓交错，朋友之间呢畅饮，开怀，甚至有点庆祝的意思在。不过这在事业当中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哦，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从事的是一个，例如说这张牌有种，如果你想要问的是公关类的，就是你会接触很多人的一类的工作，那大概是比较倾向于 yes。 但是呢，它会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呢？可能并不如你的预期。再来是呢，如果你是具备有真才实学，例如说你有外语的一个条件，你有跟国外客户斡旋的一个条件与实力的话，
那么这个权杖八所蹦出来的闪瞬即逝的一个机会，你就非常有可能抓住。但是如果呢，上面可能要求你要去跟国外的客户交谈，谈生意，想要拿下一个什么案子，可是你本身呢，却没有在相关的知识上多所琢磨，或者是你根本就还是新手的话，这个答案就会趋向于 no。因为你所面临的事业的一个机会是太快速了，所以呢，能够抓住的人只有已经准备很久的人才能够抓住。那么再来呢，圣杯三它也指向了可能你在事业当中呢，如果花太多的心力和朋友交际，跟朋友社交，或者是如果你在事业上你有一个价值观是你觉得人脉比实力重要的话，那么这张牌就是提醒你，你所面临的状况可能不是如此，就是你可能是需要一个实力比人脉重要的一个条件，才能够让你的事业方面的问题呢达到一个 yes 的一个程度。有点像是说，有点花太多时间在应酬、交际、社交上面。除非你是本来就是公关，你是做这个社交类的，你的工作就是不停的和别人沟通跟社交，不停的参与聚会、酒会、公关开幕类似的工作之外，你都是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条件，这个事业的问题才可能转为 yes。要不然他就比较倾向于 no。 那我们再来看你的爱情，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这个爱情运的答案是 no， 它就是一个 no。 因为你所向往的一个爱情境界，或是你想要追求的人，你问的对象，你问的关系，它可能看起来非常美好，可是呢，它竞争者非常的多，你要维持的非常辛苦，或者是呢，对方看起来是你所希望的那样子条件的人，一切似乎都符合你的要求，可是你实际深入了解它的内涵之后，才发现，哇，要维持这段感情可能非常的辛苦，很艰辛，它需要你一个人去撑起所有的事情，因为对方并不如你原本看起来的那么美好。所以这个爱情的问题呢，就会比较倾向是一个 no 的答案。如果你想要把它转为 yes 的话，你会付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就是你可能会牺牲，因为权杖九就是你要捍卫你自己的价值观，但是你会每天都过得很战战兢兢，会有点太过于疲累。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岗位当中呢，已经很久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权杖五是一个大家争执、大家斗争、大家你来我往的意气之争，或者是对象呢有各种不同人马都想要追求同样的人，明争暗斗。但是就算你得到那个小小的胜利，小小的 yes， 你之后要维持这个小小的 yes 会非常辛苦。这就像是比如说呢，门不当户不对，但是呢，你还是去把它争取到了，但是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它并不如你想象的美好，因为变成了一个长期抗战。所以这就是选到这组人的个人选择，你要为了外表的一个华丽跟华美去牺牲掉里子，还是说你觉得外在的华美呢，外在的一切其实是你价值观中你觉得它更重要，这真的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不过以这个牌来讲呢，跟加上山火奔，它是比较倾向于一个 no 的。选到这组牌的人的财运，他的答案呢倾向是 no， 因为宝剑三呢就是会有一笔很大的支出，加上是圣杯一，我认为呢跟选到这组人之前的感情的一个面临的状况是有关系的，有可能这组的朋友会为感情上付出了一大笔金钱，例如说想要讨好你爱慕的人，或者是
想要买一间房子以准备结婚，所以你的金钱会有一大笔钱是流掉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原本就有小有存款，因为有圣杯有一些水满出来了，可是呢到圣杯5倒掉了大概60%的水嘛，只剩下40%，所以它就是有一笔很大的支出，加上宝剑3。如果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问的是金钱运方面的，这笔钱该不该花，这个就是看你的价值观。这笔钱如果是一定要花才能够结婚，或者是你一定要花这笔钱你才能够去上课，那么你就要体认到这笔钱花走了，你要从上面得到一些实际上的东西。最好呢你要把这个课程或是你想要花钱的那个对象的例子看清楚。有一些人会报名一些例如很昂贵的课程，可是实际投入进去了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钱好像打水漂了，因为里面实际上他教的东西或者是你听到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或是你本来就知道的。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在财运上你一定要打听好你所投资的标的或者是金钱相关东西里面的例子是不是如你真的所想的，要不然你先投了一笔钱进去之后，它的回收就会非常困难。我说的回收是不管是知识上的回收，或者是你身价上的回收。也有可能呢，很多人会花了一大笔钱出国去进修，但后来发现对方的学校只是想要收学生来维持学校的运作，但是在课程上并没有做一个很扎实的训练，就等于说你只是花一个大钱买了一个花而不实的学位回来，这也是有可能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金钱运上，你在金钱的运用上很可能这个答案是 no 的。那如果这个你认为真的非常有必要的话，一定要先把它里面所具备的实质内容给找清楚，给探听清楚，以免将来会觉得有点像冤大头。那么我们再来看你所抽到的时间呢，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然后在这一生都有点不可能，再来是你的生日。那我们先来讲时间会证明一切，就是你要用你的实力去说话，不管是在事业、爱情跟金钱运上的所有问题，这张牌就是你要不停的努力充实自己，稳扎稳打的走每一步，让自己的结果不会像花火灿烂闪瞬即逝。所以这边就是时间会证明一切，不管是在任何一个方面，这个态度要保持住，最后才有可能在长期以后把你的答案转成一个 yes。 那么另外呢，答案当然就很显然在今世不可能，就是一个 no。 我这边觉得是尤其是感情上的它比较倾向一个 no， 因为你这边牌意上金钱上也大部分是一个 no， 但是你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机是圣杯1嘛，但如果你是在为感情在花钱的话，这个也可能是一个 no。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生日，那么这边有个很好判别是 yes 或者是 no， 也就是说在你生日的时候，如果你问的这件事情呢它并没有显著的发生，那么你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应该要止损了。因为你可以选择不断的努力下去，但这张只是一个小事是 yes， 但大事不是 yes 的一张牌。那他既然都说今生不可能，就要思考，就是权衡利弊，然后去思考是不是答案真的就是一个 no， 要告诉自己要接受。从你的生日这一天，例如说你生日的时候，你所在意的感情的相关问题会不会有些征兆，你喜欢的人呢有没有送一些表示，有没有送一些生日礼物给你，如果他都是 no， 他根本没有出现，他也没有关心你，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是 no 了。所以从你的生日这一点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那很可能就要告诉自己真实的答案，因为我相信你的意识应该也会感觉到这件事情。以上呢就是第6组的解说。那么
你也可以去参照其他不同的组别，而且可以在某一组选择事业，然后其他不同的组选择爱情或金钱都可以。以上就是你们的解说，谢谢你们的聆听，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7组，也就是选到金色太阳石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心中所问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呢？首先我们从你的易经牌卡来看起，你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水火既济，事业的牌卡所抽到的是钱币9，以及恋人牌。再来你的感情所抽到的牌卡是钱币8、钱币1，以及圣杯皇后。那么你的金钱运所抽到的是圣杯3，以及钱币9。你的时间的指引牌卡所抽到的是值得等待，以及11月，还有下一个月。那么选到第7组的朋友呢，要恭喜你哦，你的易经牌卡是水火既济，它是指一个完美的状态，所有的事物阴阳都在它最调和的位置上所发展，所以它到达了一个易经里面所具备的万事俱全，天时地利人和都俱全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一个大大的 yes。 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基本上你所问的事情是一个 yes， 它是在一个事情将要到达一个顶峰的状态，一个最完美美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不论你是启动怎么样的计划，你心中所问的问题呢，它会如你心中所想的一步步走过去，它最后会大功告成。水火既济呢，在易经当中呢，大家会时常提到的是，当然它的状态是好的，是美好的，它是万事俱备的。不过由于它的纵卦就是水火未济，那么最怕的就是抽到了这张牌卡的人呢，目前你的实力不足的话呢，这个 yes 就会大打折扣。不过呢，我想抽到这个牌卡的人呢，目前的状态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哦，是指一个全部所有的东西呢，外表和内涵都具有一个美丽，也具有一个充实的一个状态。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努力了一段时间哦，不是想要指望一个凭空掉下来的什么的话，基本上这一组牌卡就是一个大大的 yes。 那我们先从你的事业开始看起，你抽到了很棒的钱币9哦，以及这个恋人牌。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事业上，你不管是独自经营或是合伙经营，答案都是 yes， 都是非常好的，它的状态都在一个和谐的状态。那么钱币9也是你不但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你也有时间去做一些休闲的一个活动，不只是在工作跟私人时间都平衡得很好，它是一个个人把自己照顾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又抽到恋人牌，表示你跟别人也可以很美好的合作，所以这张牌呢，就让你的事业的运气到达了一个顶峰。只是这边要注意一件事情，由于钱币9是一个独善其身的牌，那我们刚才说过了，水火既济，它最忌讳的就是你到达了顶峰之后，就有点飘飘然，就开始懈怠你的努力跟不思进取，它就会往下了，它就会往下坡。那么钱币9就是你虽然独善其身，但是你要开始花心力去照顾一下别人，例如说呢，去把自己如果有一些多余的钱拿去回馈社会，或是去帮助别人，找一些管道去帮助别人。一方面是累积一些福德，另外一方面敦促自己再往上走到钱币10的一个状态。虽然水火既济是一个最高峰的状态，但还好钱币9它的后面还有钱币10。钱币10呢，它真的就是它所积攒的钱财会流芳百世，
所以你现在要开始的就是下一步了，就是钱币9，你的事业是 yes， 但是你开始有余力，开始照顾别人，照顾下属，或者是帮忙同事，尽你所能的拨出一些时间去做这个东西，因为你要走到钱币10，那需要更大的格局跟更大的能量，这就不是独善其身所能够掌控的了。其实你又抽到恋人牌，就是很好的，表示你跟别人都可以合作的非常愉快哦。事业上有很多选择让你选择，不过你怎么样的选择都是 OK 的，因为你现在的运气是在一个极旺的部分，所以呢，你只要听从你的直觉，在事业部分呢，你的答案是 yes 的。那我们再来看你的爱情的部分，你抽到的是钱币8、钱币1跟圣杯皇后。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你的工作会影响到你的感情，但还好，感情的部分到最后是一个大大的 yes， 因为它是圣杯皇后。选到这组牌的人呢，比较容易同情别人，或是比较容易为别人做一些同理心的一些牺牲。你可能会看到别人有一些需要，你就会去主动帮忙别人，是一个非常成熟、包容跟善良的人。那么在感情上呢，你是属于一个在实际当中你会顾及，在感性方面也会顾及的人。那么你所问的一个问题，爱情上的基本上是一个 yes， 不过呢，它可能会来的稍微比你预计的晚一些，因为你的心思可能会在工作上面多一些些，因为你可能埋首在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事业，你想要存到一笔什么样的钱之后，才想要跟别人走到下一步。那么在感情上呢，就有可能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你们可能在为未来在打算，所以你可能想问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或怎么样的。那么这就是等你的一切的物质条件具备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可以迈进下一步。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它是有一个前期的准备阶段，最后拿到你的答案 yes， 这样子。所以爱情上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好的 yes， 尤其呢水火既济是一个阴阳调和的一张牌，所以它也非常的有利于感情哦。那么这张牌也是说，在感情上有一个注意的要点，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对的人的话呢，就要打铁趁热，因为水到烧开的时间不是很长哦，但它非常的火热，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很火热的恋爱，但是又没有进到下一步的话呢，也是要有所警觉，但基本上会是一个热恋跟 yes 的一个状态，只是说你要把它从高峰上怎么维持那个高峰是你必须要去学习的。但是由于呢你本身具备了圣杯皇后的特质，所以这一点倒看起来不是很担心哦。感情上基本上就是一个 yes。 那么再来呢，你的财运也是一个 yes 的一个状态，也是大大的是的一个状态。第一个画了圣杯3，就是一群人在庆祝，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一笔什么样的入账，所以你可以跟家人庆祝，有一笔不小的钱财入账，所以你可以跟家人朋友在某一个节日去庆祝。再来你又抽到了钱币9，钱币9是一个赚的钱比你花出去的钱多很多的一张牌，所以呢你身边是小有积蓄的，你对于钱财是不愁的。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我看到的感觉是，这边画的都是女生哦，金钱运这边都是女生，所以如果你想要再更好，达到一个往钱币10去迈进的话，水火既济说的是你要找一个可能阳性能量比较强的人，就是因为这边都是阴性的能量。例如说呢，你找投资合伙人，你可以找一个辅助你跟你个性比较不一样的，具有阳性能量的。如果是女生就找男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在里面。所以金钱运上是个 yes， 不管你在投资或是想要获取一些钱财，甚至呢可以去小小的买一些彩券，小小的彩券不是多的，因为这边有庆祝的意思在哦，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
小小的入账，但是绝对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主要的。就是钱财呢，还是一定要一步一脚印的因为钱币9呢，也是自己努力而来的金钱运上呢，很显然的就是一个 yes 的状态，所以才会这么开心，所以才会这么享受自己的人生，悠游自得。那么你的时间牌卡抽到的是很正向的他说你是值得等待的，这边都有一些等待的一些感觉在里面，尤其是钱币8，你在忙着自己的事情，然后钱币1跟别人有一些想要进阶的事项想要进行，这些都是值得等待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答案是 yes， 而且这个东西是会成功的。然后他又提到下个月，所以他很快可以看到成果，水很快就会开了，会达到那个沸点。再来11月也快到了，2023年的11月即将在2个月后就到了，所以这组牌的朋友真的又是下个月11月跟下个月尤其是如果你是9月份看到的，10月跟11月已经非常近了。所以你所问的这件事情呢，它不但是一个大大的 yes， 而且似乎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所以选到第7组牌的朋友，恭喜你们看起来呢，这组牌的运势呢非常的好，只是说成功了之后还是要继续再往下个目标前进，还是要多增进自己的内涵。因为这张牌唯一的隐忧就是你要维持这个，你不能让好景不长，你要让好景无限美好，让这个岁月呢好一段很长的时间这还是需要心力的。今天的说明就说到这边，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8组，也就是选到青金石的朋友，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你们心中所想的问题，答案是 yes 还是 no。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你所抽到的是水风景。那么你的事业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宝剑3，再来是皇帝牌。那么有关于感情所抽到的牌卡是权杖3，再来是权杖骑士。你的金钱运所抽到的牌卡是世界牌，再来是力量牌，以及宝剑国王。那么你的时间提点的牌卡所抽到的是在假期当中，以及等待。那么选到第8组的朋友呢，你目前所想的事情呢是先凶后吉，先难后易。一开始的答案是 no， 后来呢经过你的努力之下，有可能变成为 yes。 你所选择的牌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牌组。我们现在讲水风景的意涵。水风景它是一个互助互利的一个牌卡，也就是说水风景是一个非常注重选牌人跟问问题人心中德性的一张牌卡。因为呢这张牌卡所产生的意象是在一个荒废的村庄里面，或是在一个荒蛮之地，有一个井开始开凿了之后，人们开始聚集而来，最后成为一个繁荣的村庄。水井跟村庄之间的依存关系非常的强烈。另外，水桶是汲取水的一个工具，如果水井没有水桶，水也上不来。然而光有水桶也不行，如果水桶下去汲水，但是井水如果是枯竭的话，它也取不到水。所以这个是工具以及结果互相依存的一个牌，因此可以说是它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答案不是轻易的 yes 或者是 no， 它需要一个过程。而过程的刚开始是很艰难的，因为你可能要在荒芜之地开垦，又有可能是你需要找到对的工具。因此呢，它非常注重你一个持之以恒的美德，以及维持你做人的品德。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品德越好，能力越好，你的名声越来越广播的话，聚集而来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事情的成功率当然就会大大的上升了。
所以这张牌呢，就是要广结善缘，小事情你可以凭自己的稍微努力让它快点成为 yes， 不过大事情的话就必须要等待。那么另外呢，由于水风井它一开始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加上你在取水的时候，那个水桶深入到地底深处是没有人看得见的。这张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要让事情成功的话，你要暗中进行，默默的做，不要一开始就让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如果你在凿井凿一凿，你就开始说这边有口井啊，很可能你的井水的权利就会被抢走。这张牌就是告诉你成功是有可能的，你要一段时间，并且你要默默的做，不要大张旗鼓。因为这张牌的纵卦是泽水困，它是一张非常困难的卦象，所以呢你们在共同的基础上呢，不要走到泽水困这张牌的意象里面，你要维持住你水风井，互助合作，维持平等，就能得到一个 yes 的答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事业运你的事业运非常的两极化。首先抽到了宝剑三，但是又抽到了皇帝牌，这就印证了刚才水风井这整个的卦象，就是先难后易。一开始你的事业非常困难，可能资金不到，合伙人找不到，所有的事情非常的拖延，所有的事情甚至你可能会被厂商给背叛，可能愿意提供你资源投资的人他们突然撤资，这些都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百般困难的一个状态，不过由你的坚持，你的努力，最后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 yes， 而且你会拥有一片很大的领土，但是这个时间跟建造一个村庄的时间大概要一样的长。就是这张牌完全就是事业牌，完全印证了你凿井非常的困难，你还要找这个工具，最后大家都来取水，与你相依相伴，但是你是那个最劳苦功高的人，你是在那个村庄最久的长老，这个感觉。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如果你有个事业的决定的话，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呢长没有关系，因为最后会到达皇帝的这个牌，他达尔科纳牌，你的收获会维持很久，这个村庄会繁荣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前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会难到让你想要放弃，但最后的果实会非常甜美，这就取决于你的决定。那再来我们来看你的感情牌，你的感情牌呢，行动力虽然非常的强，但一开始也是等待的情形权杖三就是等待，所以你现在在等待一个人的归期，一个人归来，或者是你现在呢的感情状态呢是一个等待的状态，你要去进行一些其他的事物，你有着你的梦想要规划，你有想要追求的人，但可能你还不具备那样子的工具跟条件。那么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爱情才可能让你有鼓起勇气去追求别人的力量，或者是你的成就跟你的条件俱全了之后，别人才有鼓起勇气追求你的一个动力。那么这张牌会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但前面的等待也会很漫长。那这张牌呢，尤其它又指的是很炽烈的感情，所以你要问感情的答案也是先难后易，这边都是这个情况事业跟感情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到了财运，财运不一样，这张牌的财运非常的好，这张的牌的财运是一个大大的 yes， 也就是你凿井跟凿石油一样，你要选一个地方凿下去，有时候不一定会凿到地下水，因为有可能这个地下水在很深的地方，你还没凿到你就放弃了，或者是凿井凿油井这种东西呢，你可能凿了很多井，你还凿不到那个可以喷出那个油的那个油井，可能需要运气。但是选到这组的朋友，你就是那个凿到那个油井的那个人，你就是那个凿到非常丰沛地下泉水，甚至可以凿到温泉盖温泉旅馆的那个状态，在你的财运上是这样子。尤其呢你抽到了世界牌，
但是这张牌也很有趣哦，它也是有一些等待跟要毅力哦，就是这张牌是力量牌，它也是要花时间花耐心去培养你的标的，让你的这个投资的标的慢慢的长大，最后你可以收获。因为这个是宝剑国王，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虽然你的财运真的非常的好，它世界牌是一个到达非常完美的一个阶段，但看起来你是要经历毅力跟慢慢的培养，与这个金钱的机会互相的磨合，再加上你有精准精确的判断，你冷静下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你知道方圆百里之内这个地方，你凭借着你的经验，你的老道的眼光往下一钻，发现你的眼光无误，你的眼光非常的长远，你的眼光也非常的准确，你凿到了那个井水，你凿到了甜美的地下水，这些都是需要你勇气，需要你的耐心，需要你一定程度时间的投注在这个金钱相关的这个议题上。不过它的最后的获得是非常非常棒，非常的丰沛的。所以基本上呢，你三个事业、爱情跟金钱，它真的都是先难后易，但是最后的成果，皇帝牌太棒了。再来是对你一见钟情人非常多，很多人热烈的追求你，以及世界牌的一个非常完美，甚至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海外的投资标的，海外的金钱机会。这边还有可能是例如说海外的演艺事业的，还有网络也是无远弗届，也是世界的牌的一个管辖范围。然后出版的、媒体的，以及法律事务，还有服务业，因为这个有服务业的状态。那么在这几个领域，你的金钱运会特别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你所抽到的是在假期当中，以及你要等待。哇，那这个已经讲得实在太明白了，这个就是等待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会成功，答案是 yes， 但它要一个很久的时间，你要等待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你不是说你待着什么事情都不做，它是一个要你培养美德，让你自身的德性吸引众人围绕在你身边的一张牌。这个等待的过程是需要你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品德、品性、美德、能力、才华，它不是躺平，它的等待不是等待天上掉下的机会，这完全就是你自己要去凿开那个井，你要凿开到那个地底某个深度的深处，去取得你最后胜利的果实。再来是假期，那么假期呢，有几个意思，就是你为了要让你的事业的目标快点达到，你可能会需要牺牲掉你的假期。他的时间呢，连你的假期都占用到了，你的事业决定可能会牺牲掉你假期的一些时间。另外呢，在感情上，假期就表示你可以选择假期去约会，选择假期去做两个人的互动，或者是选择假期做两个人的什么规划。爱情毕竟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事情，所以假期可能会让你的感情运增温，就是你们两个同时间去做一下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利用假期去参加联谊，参加一些聚会，让你认识异性，让你认识另外一半的机会提升之后，你的答案就会变成 yes。 但这个感觉有点是，如果你是单身在找另外一半的话，你可能要利用很多的假期。比如说联谊的话，你可能要经历很长一段假期的都去相亲联谊，不停的去试每一段的机会，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才会等到那个你觉得非常适配你的另一半出现。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它有这个意涵在里面。那么金钱运就是你可能会牺牲掉你的假期的时间去研究一下你金钱的策略哦。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而假期呢，不是放假的意思，这边看起来不是，因为这个水风井的这个精神是要毅力
是要勇气可嘉，所以感觉上能够放假期的时间不是很多，即便是爱情假期也是带有一种目的，一个你必须妥善运用你的时间来达成一个目的性的约会，它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假期不是在家躺平，这2张牌绝对不是叫你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做，或者是呆着每天做朝9晚5的工作，不是，因为你的牌最后都非常的宏大，所以看起来你的目标，你所问的事情也是很大的，你要蓄积一口井，让整个村庄的人都能够饮用到这口井水，这根本就是慈善事业的一个发想了。你所想的事情呢是非常美好的，你的愿景是非常美好的，但它执行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要有这个体认。那么今天的讲解就说到这边，祝福你们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